来看到东北亚的现状真的是被改变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高市早苗。现在啊，这个中俄军机呢首次飞往东京，这个大陆的专家就说呢，以后啊对日执行常态化的战略巡航，就代表说现况被改变了嘛。好，以后中俄呢都有可能去进行对日本常态化的这个巡航了。而之前呢，这个裴洛西来台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解放军机呢也是正式突破海峡中线与金门水域，开始对台湾和金门常态化巡航。而那个时候大陆的官媒就称，解放军出现了新常态，台湾当局习惯就好。哇，现在呢对日本也要比照办理了吗？这对台湾当时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结果现在日本也是比照办理了。好，我们来看到啊，所以呢，这个日本防卫省就说啊，中国辽宁号呢进太平洋，这个舰载机起降就超过了260次，真的是跟当时的台湾很像哈。因此呢，日本现在也要硬起来啊，是要拟增2026年的防卫预算。破纪录的9兆日元都要投入，要来强化反击能力啊。据报道呢，包含了美军的这个编整经费，都将要获取长程的射程导弹，来提升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亦会用来采购无人机，来协助日方来建构海岸的防御系统。而现在日本开始要介入南海了吗？这件事情呢登上了微博热搜啊。大陆的学者就说了，日本呢对南海的军事介入呢，现在开始不仅仅限于政治。外交也开始从军事上面来介入了，产生了非常负面而且具有破坏性的效果。而现在呢，这个日方呢态度还是非常的硬哦，甚至呢出现了这个自卫队当时的这个说明，说呢当的时候战机被这个火控雷达朝着被锁定，形同是被对方拿着枪抵住太阳穴，极度危险。还说啊，如果是美军的话，早就反击了。而这个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呢，也说呢，他跟这个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通上电话，而且他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呢，也 po 上了这个宣传照，但是这个照片就被人家吐槽了，说啊，怎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因为他一手拿着电话，另外一只手翻着纸，结果呢，他手上没有拿笔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摆拍而已。日本网友自己都说了，说就算是表演，既然有纸，拿根笔吧。其实这个电话根本没通吧？说这个照片啊，比 AI 生成的图片的漏洞还要多。而现在呢，日本呢也不止要学这个中国啦。因为呢，王毅就跟德国这个外长见面了嘛，那么日本的这个国安局的局长呢，也先后跟英国、法国还有德国的高层来进行电话会谈，反驳中方指控日本试图改变台湾现况的说法。好，共同社说了，随着中日双方展开了外交交锋，双方的资讯战也是明显的在升温了。但是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日本呢，似乎还有一些战略的不清楚的地方。日本的学者就说呢，相较于中国试图从国际秩序维护的角度去阐述自身立场，日本并不善于说明自身立场，对历史啊，还有中国叙事的认识也相当不足，而整体对中国缺乏战略，更是日本政府的致命伤，这也导致了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原因。而我们知道，昨天呢是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周年，所以呢，这个日本网友啊，竟然是不认这个事情，说请提供证明日军在南京犯下徒刑的罪行，还说是中国人去杀害中国人，然后嫁祸给日本人。但是也有日媒呢是去反省历史的，东京新闻就报道了，说呢，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无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愚蠢行为存在。我们相信是学习历史，承载战争亲历者的记忆，将会有助于维持和平。另外，这个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森正孝也说了，说无论日本政府如何扭曲篡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呢，正是日本的对外侵略。好，现在这个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啊，哇塞，这个日本呢自己出现了两派的立场。我们来请教彬哥。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们如果以后真的把这一种战略巡航当作常态化的话，
那日本以后麻烦就大，因为日本每天都会遭受来自中俄方面的压力。那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高市早苗到底希望整件事情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他的规划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已经一口气把东亚最强的3个国家全部得罪，中国、俄罗斯跟南韩，他全部得罪。然后现在这3个国家跟他之间都产生局域，那甚至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冲突出现。那请问一下，日本为什么要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目的到底是什么？日本能够从这样的态势里头得到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个是高市早苗跟整个日本人民要去想清楚的地方。那现在你一直不断的向美国求援，你甚至小泉进次郎去摆拍出这种画面，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美方很显然的并没有全面的站在日本的立场去对中国大陆施压。对，最近美国确实有和这个日本一起展开演习，可是演习的地点在哪里？一个是在太平洋这边，另外一个是 B-52跟日本的飞机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地方。如果美国真的想要对中国大陆施压，那他为什么不在东海或是黄海？他为什么要选择在日本海？所以很明显的，美方还是不愿意跟中国大陆正面冲突嘛。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摆出一个力挺日本的架势出来。那高市早苗，你要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在不断的升温，不断的加强对日本施压的力道，那甚至联合俄罗斯一起来。那与此同时，日本到底能做什么？你说你提高你的国防预算吗？大家不要看9兆日元听起来很吓人，其实没有多少钱，1兆8000亿台币。我们明年都要到9000多亿台币。日本多大的国家？台湾才多大？所以在国防上面付出的比例，我们其实比日本多啊。日本其实以日本的经济实力来讲，它的 GDP， 它的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并没有很高。那问题是，日本不断的升高之后，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的战略到底是什么？你是准备真的就此与中国大陆为敌吗？那长期下来打持久战，你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吗？那现在日本有一派的人，其实高市早苗就是这种人，就是他们不承认日本是2战的侵略者，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保护大东亚，他们是在赶走欧美列强的侵略者，这就是他们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可是他们真的是这样相信，所以才会有这种网友出来说啊，你要拿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给我看。实际上证据早就在那些地方，只是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不相信，不愿意承认。那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所以这种人你再怎么去跟他讲都没有用。但是多数日本人其实心里头很清楚，南京大屠杀就是真的存在，日本在2战就是侵略者。你们为什么会被 K 2颗原子弹？就是因为你们是侵略者。那日本还想重新再回到侵略者的身份吗？因为现在为什么说日本在国际上想要诉诸国际诉诸的非常无力，就是因为你不要忘了你是2战的侵略者啊，所以你现在如果想要把军国主义复辟，你想要成为你所谓的正常国家，你想要重新拥有所谓的正常军队，其他国家不会忧心吗？2战有多少国家被你侵略过？你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日本这种对2战的罪行毫不反省的态度，其实只会让他在国际上树立更多的敌人，不会为他带来朋友。所以高市早苗如果没有认清这一点，你就可以继续升高跟中国大陆对抗的态势。你看看欧美现在都没有人站在你这边哦，连你旁边的朋友本来还可以帮你在中间斡旋的南韩都被你得罪了，那你未来日本还剩下什么呢？所以高市早苗如果想要一力加强日本的武装去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话，你就往这条路上走吧。到最后我跟你讲，台湾没事，日本会有事。说到这日本到底有哪些朋友？或许有赖总统吧。我们来请教张英廷将军。美国其实没有大挺日本的，他对那个高市早苗这方面，他只有点到为止。所以美国只派了2架的 B-52战略轰炸机，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各派2架的 Tu-95跟轰6轰炸机，一直飞到这个东京的外海的上空。那美国只派 B-52，那就知道只派2架。为什么派4架？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4架，美国只派2架，那就知道有数量点到为止就好了，有交代啊。第二个，从机型上来看的话，美国为什么派 B-52？那个俄罗斯 Tu-95是阿公级的，美国也派阿公级的，就 B-52。那 B-52是越战的，60年了，美国到现在有76架，你为什么只派 B-52？你可以派 B-1啊，还有
B2 啊，B2 美国有19架，你派2架 B2 就不一样了。这个表示说对日本挺，他们派阿公级，我派现代的。哎呦，在这个性能上面压倒他没有，他派个 B52，但是阿公对阿公吧，就是类似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没有挺的迹象在哪？距离，因为这个中俄战略巡航啊是到东京外海，但是美国是到日本海，有没有抵到海参崴？就是海参崴呐？没有。有没有抵到库页岛跟沃霍赤海北端？没有，就在日本海中间就回去了，点到为止。所以美国对日本只是点到为止。你从数量飞机的数量上、飞机的新旧的性能上，还有它所到的位置，你就知道哦。那美国对日本大概点到为止，意识到就可以了，就可以鸣金收兵，回去落地了，就是这样子，任务执行完有交代了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看呢，那个日本的 F-15 被中国大陆的歼15锁定这一方面呢，我说日本怎么没有积极的作为呢？他这样子，他临战好像有问题耶。他3个事情没做。第一个，锁定的时间怎么会被锁定3分钟啊？如果是我锁定我30秒钟都不可能，怎么被锁定？我立刻掉头，马上低头对着你，你锁我，我也要锁你，他就被锁，就乖乖的被锁。那你敌情在哪里？就被锁定了。你要有一些战术动作要回避，要有个大击小转弯，立刻带过来跟他对头。这个是飞行员都要去做的啊。日本没有去做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讲锁定时间太长，第二个应变力不够。你要应变，马上做应变，怎么会一直在战术被动？你要从战术被动转到战术主动，没有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应该启动电战系统，不管上面有没有挂 ANLQ184的电战系统，或者 ANLQ223的电战系统，这时候赶快要启动干扰，因为打仗一定是电战嘛。第三个，我没有看到日本他的有叙说，他有丢干扰丝，有丢火焰弹做干扰，没有或者日本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日本的应变是不及格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翁履崇教授。其实日本在刚刚东大的学者为什么会提出来，日本好像战略上面进退失据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呢，基本上对于美中竞争的架构，可能在情势上面判断出现了问题。日本确实在目前呢是不能输。在面对中方的部分是不能输，但是确实也自己知道赢不了，不能输赢不了，就出现了进退失据。而这种结构上面的进退失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来日本跟中国之间可以维持所谓的表面张力的平衡，表面张力的平衡是历史的渊源等等的因素日中有竞争有贸易等等的紧张的关系，还可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问题是台湾问题没有拿捏好，就把这个杯水上面的表面张力给戳破了。戳破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水溢出来了就很难覆水难收，就很难擦干净。现在就是在收尾的阶段，要请求其他国家的援助。可是这个时候呢，真正可以援助的，真正有实力可以帮助日本的美国，现在美国念兹在兹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而且川普总统也非常清楚，美国现在的第一要务就是在明年春天的川习会，也就是美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好像我们在台湾强调说什么支持日本，可是其实美国对于日本的支持只是点到为止。刚刚将军也说到了，为什么是点到为止？因为日本没有搞清楚，美国现在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并不是跟中国对抗，而是跟中国创造出能够谈判交易的条件另外，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看到所谓的日本现在接受到了，好像高市早苗首相在民意上面得到了多高的支持，所以台湾会自己推论说，高市早苗首相谈到了台湾问题，然后民意高涨7-8成的支持，代表日本民众都认为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论述是对的。但是事实上，你真的了解所谓的民意，你就知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国家遇到紧张状态的时候，通常对于领导人的支持度都会上升。这个在政治学叫做所谓的聚集效益 ，rally around the flag。美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911之后，小布希总统的支持度一度来到了91%、92%，原因是因为国家有危难，所以象征性的或者是直观的要去支持现在的领导人。高市早苗首相现在在民调上面的支持度，事实上跟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应该放在一起来看，这才是理性务实的态度。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国内政坛对于高市早苗首相的检讨，或者是认为说不应该
在台湾问题上面有太多的琢磨，这种声音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在看所谓的中日的紧张关系，台湾尤其在台湾解读所谓的日本对台湾的支持的时候，真的把整个格局看看整个中美竞争的架构，看看日本现在怎么样去争取美国的支持遇到的困境。事实上，冷静来看待就会知道，其实台湾真的低调一点，在对日本的支持稍微的也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好，很明显的，日本对于国际局势的掌握是不太够的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全球的政治局势来看到泰检边境再度开火，结果呢，川普又被打脸了。我们来看到在12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川普跟泰国还有柬埔寨的领导人才通话之后，他就宣称呢，说呢，两国已经同意了停止在边境地区的战斗。结果才没过几小时，结果泰国的战斗机仍然是对目标去发动空袭，而泰国的首相阿努廷甚至是进一步否认有这个停火协议，而且还誓言呢要继续的在与柬埔寨有争议的边界上面来战斗。那么柬埔寨政府也宣布了要全面关闭与泰国之间的边境通关。好，再来大家看到的呢，今天清晨泰国呢是再次出动了2架 F-16战机去空袭这个菩萨省地区，炸毁了2座桥梁，甚至波及到了民用建筑。而泰方则强调呢，这些行动都是为了要切断军事补给线。而检方呢，则是指控说2架泰国 F-16战机投下了7枚炸弹，还炸毁了1间酒店。而泰国外长呢也说了，说他对川普是非常的失望，因为呢泰柬边境地区造成了泰国士兵伤亡的地雷并不是意外，因为川普说呢这只是个意外啦，他说这是检方埋设的，所以川普这样子说是意外的说法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也伤害了泰国人民的情感。而这一起这个边境冲突呢，也暗藏了多边的角力，尤其呢在这个军武的方面，我们来看到柬埔寨的这个火箭炮呢，还有泰国的 VT4 战车呢，这2个都是中制武器。好，另外呢来看到这2国开战除了边境问题之外呢，也还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像是柬埔寨的电信诈骗产业呢，竟然是占 GDP 超过了40%，所以呢，泰国是也很希望解决这件事情的，因为很多的泰国旅游业都因为这个柬埔寨的诈骗或者是抓人去柬埔寨，导致于游客很担心，有安全顾虑，所以不愿意去这个泰国，重创了泰国的游客的人数。好，另外还有政治博弈的部分，因为之前泰国总理呢这个贝东塔下台，所以呢现在的代理政府似乎想要借由这个冲突来转移这个贝东塔下台的压力。而另外呢，这个柬埔寨的洪森家族则是被指呢太过亲美，所以呢可能也就借由这件事情激化与泰国的对立来转移目标。好，另外这起战争呢这起这个冲突呢也是一个文明灾难，包括了千年古寺塔克拉贝寺还有这个博威夏寺呢都遭到了炮击而损毁了，这些都是1000年的这个历史文物结果通通在这场战事中被摧毁了。另外我们来看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美军在中东又出事了，这个是发生在叙利亚。好，美国与叙利亚部队在叙利亚中部的城镇竟然是遭遇了伏击，有2名美国陆军士兵，还有1名平民口译等3个人都遭到了疑似为伊斯兰国战士的攻击者给击毙，所以川普非常的生气，说呢这是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将展开非常严厉的报复。报复行动是什么呢？美国就紧急出动了 F-16战机。好，这个美国出动了 F-16战机，飞越了这个帕米拉上空来展示武力。而美国媒体也称了，根据社群媒体流出的影片显示呢 ，F-16战斗机在帕米拉上空盘旋，还有影片是拍到了一架美军的 A-10攻击机在该市上空来释放干扰弹，美国要硬起来了。好，另外来看到关于这个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行动是怎么样呢？哇，现在也有军机来进入委内瑞拉的领空吗？
好，独家报道的是说呢，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周五晚间的时候进入了委内瑞拉领空。川普在宣布美国准备要对该地区的毒品恐怖组织来发动地面打击部队的几个小时之后呢，一架美国军机真的就进入了委内瑞拉的领空。那美国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也证实了这一项消息。好说呢，随后至少还有3架美国飞机也要进入委内瑞拉的领空。之前川普都说而已，就现在真的是侵入到领空了吗？那么这个航空网站也显示了，有几架的美国战斗机的应答机呢，在当时是停止发出讯号，由此推断这些战斗机可能是入侵了委内瑞拉的领空。那现在川普加大力道来施压，就是要逼马杜洛下台吗？不过现在他的重心呢是放在这个叙利亚跟委内瑞拉，对于太检的这个停火冲突，难道会这个减少他的注意力吗？我们来请教彬哥。他应该拿太检也没有什么辙吧，因为现在双方就是不理他，继续打。那实际上泰国为什么要一直持续打？因为第一个他们的军人踩到地雷受伤嘛，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泰国军方现在他们的政局不稳，所以他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凝聚国内的民心士气，然后如果能够打一场比较漂亮的胜仗的话，就可以转移国内的很多压力。所以对泰国来讲，因为柬埔寨的军力跟泰国相比是远远不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就是捡一个软柿子来捏，就是要刻意要打这一场战争。所以川普要他们停也停不下来。川普之前是用贸易优惠啊，是用关税这种东西胁迫他们停战，但是显然现在这两国也没有再太甩这些事情了。所以川普手上的武器就是这样，他接下来也没有办法拿出什么更新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接下来就不太会管这件事了吧，因为他现在有更重要的在叙利亚这边。那老实说啦，战争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一些人类重要的历史文明的东西因为战争摧毁，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是没办法，政治永远是大于这些历史啊这些文物的东西。现在双方都有需求需要打上这一仗，所以我认为这个冲突会持续下去。那实际上你说电诈产业，泰国是想要消灭吗？我看也未必见得，因为泰国官员里头恐怕很多也是电诈的幕后的大老板，所以我觉得大家共同在扶植这些产业，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电诈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现在国内政治需求的问题。那至于叙利亚这边，现在当然给了川普一个好的借口，又可以去那边抢，因为美军过去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叙利亚那边偷石油。你知道他们就跟强盗没什么两样，他就一直在那边偷东西，就是光明正大的偷。那叙利亚一点辙都没有，那现在又给他一个很好的借口，又可以让他继续去做。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应该会对叙利亚产生高度兴趣。那与此同时，他会不会入侵委内瑞拉呢？你看他在那边驻军了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其实这个每天要花非常多钱的。然后他一直宣称说是要对毒品组织宣战，可是最吊诡的就是从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他宣称击毁了10几艘船，然后又扣押了油轮，又搞了这搞那。可是请问一下，毒品在哪？到现在川普从来没有给我们看毒品在什么地方。所以这真的是对毒品吗？很明显他是要去胁迫马杜罗。但是你军机入侵委内瑞拉领空，这样就可以吓倒马杜罗吗？我个人是很怀疑的。马杜罗不是那一种3岁小孩随便被你吓到就会跑掉，不会的。我认为马杜罗会继续僵持在那个地方。那问题是，美国真的要派地面部队入侵吗？因为委内瑞拉可不是个小国家，你派地面部队入侵，准备打多久？因为马杜罗已经动员全国的人准备跟你开干，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不认为川普会冒这个风险。或许他搞不好就借由叙利亚现在又起冲突这个事件，搞不好就可以稍微放松这边的压力。那但是他也不会就此停止，他还是会持续对马杜罗施压。可是这个施压会不会产生效果？我个人是非常存疑。因为之前这个川普才跟这个叙利亚的总统来在白宫见上面啊，结果现在这个局势又这样子。我们来请教张延廷将军。我认为这个泰国跟柬埔寨的这方面的边境冲突，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这种能够发挥的影响力，然后制约双方啊，能够把这个冲突降低啊，我认为他那个川普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手段呢。
他第一个，我认为他有3大手段的，同时来就是使用效果有，他真的没用出来。第一个关税，因为美国对泰国是19%的关税，对柬埔寨是19%关税，你们两个继续打下来啊，更提高到50%的关税，就这样子啊。因为泰国跟美国的贸易啊是900亿美元，而且是泰国大量出售，赚美金就对了。那这样赚美金，我就不让你赚美金，我现在不让你赚美金了，900亿啊，跟直接腰斩，剩下400亿，看你泰国的经济会怎么样？泰国现在的人均它只有5000美元呢，算是正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台湾都3万多美金了，你看它才5000美元，生活它现在要起飞，你就一下把它压住，是不是这样？同样对柬埔寨19%给它调升到50%，你看看行不行？因为柬埔寨它是对美国的这个几乎是90%的贸易顺差，130亿就赚120亿，柬埔寨是不买美国货的，所以专门美国一年只买美国5亿美元的东西，但是却外销到美国125亿美金，你看到没有？他赚120亿，所以也是他也要你给他课关税，你看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怎么办？而且柬埔寨现在啊，他的国民所得1年只有2000块美金，很穷，最怕课关税，越穷越怕课关税，有钱不怕你课关税，你课吧，反正我有钱。这2个都是穷国家、穷小子，所以很怕关税。第二个，限制对泰国的军售，因为这些 F-16啊，泰国还有 F-51战斗机耶，还有它的军舰，还有那坦克，都是美制的。那美制的，你这些定期更换件也好，系统件也好，还有零组件也好，我不给你了。那过1-2年的 F-16飞不起来了，为什么？没有定期更换件啊，会有这个状况啊，就限制它。你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就不给你了，你的飞机摆地面上。只能做战力展示，但是没有办法做战力发挥，看你怎么办，就这样子嘛，很简单。第3个有情报交流停止，因为泰国很多的情报是来自于美国，美国不给他情报，你知道泰国没有情报，他怎么打这个仗啊？所以他认为川普在这方面并没有真正的用心，没有下重手。如果下重手，他们两个就停火了。这个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复杂，很简单，只是没有要去做。看得很明显的，川普现在的重心已经不在这个泰检了。我们来请教翁履中教授，泰检之间的停火是不是真的打脸了川普？那是我们在定义的，川普根本不在乎。所以很简单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重中之重是什么？美国看全世界，对川普总统来说，他在全世界签署了，或者是要求大家签署了这么多的停火协议，他真的在乎吗？他在乎的是他是不是那个负责停火的那个人，达成停火的那个人哦。停火协议如果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推进，那是你们的错。但是呢，下一次还要停火的话，必须是由我来介入，让我在那个舞台上把你们的手牵起来。川普要的是这个舞台，川普不在乎你们是不是要继续打。所以也许我们的整个论述的逻辑或者是思考逻辑要换过来，换到美国，尤其是川普现在看世界，他其实从上任到现在呢，在全世界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7、8、9项了。对于他来说，是不是真的会追进这些停火协议，真的能够落实？事实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必须要非常务实的了解美国现在看待全世界他的态度。川普总统要的是那个舞台，是那个他负责可以停火，只有他能做到停火。停火失败是你们的错，停火成功一定要是我的功劳。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理解川普时代哦，他到底商人思维在算计什么？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其实叙利亚对川普来说呢，叙利亚刚刚主持人讲的没错，叙利亚新的总统确实跟川普跟美国的政府之间有一些关联，但是你会说为什么叙利亚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攻击的是 ISIS 的恐怖组织呢，在叙利亚埋伏了，而且攻击了，所以现在的叙利亚反而变成了什么状况呢？变成现在的叙利亚总统非常想要拉近跟美国的关系，避免经济再次的制裁，所以面对川普，面对美国川普总统说，你 ISIS 攻击我的人哦，我一定会进行严厉的制裁跟报复。换句话说，叙利亚总统他只能接受美国在叙利亚的本土进行任何的事情，叙利亚不会做任何的动作。我们看待叙利亚跟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过去可能还会就是保障叙利亚，或者是叙利亚跟美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美国要在叙利亚境内采取任何的武装动作可能非常困难。但是现在川普总统都说了，他必须要采取严厉的报复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不会开启布面部队，可是他针对 ISIS 可能可以采取轰炸啦，或者是其他的动作。重点是又是一场很明显的要秀场出现哦，给川普一个很大的机会，强调的是我一定要守护美国军人
人的这个权益，美国的权益，所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的机会。那再来委内瑞拉，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想要传递给全美国的民众，美国在 law and order 在毒品的打击上面很重要，可是其实打击委内瑞拉不只是毒品。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简秋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胡文琪。浅秋好，大家好。看看昨天是我们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在中国大陆的方面做了非常多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还有要求真相重现的这种活动。那么中日的关系当然还是非常的紧张，在日本的防卫省这里公布了新闻稿啦、画面啊等等的，很高调在强调，连续7天这个担心大陆这边的海军航舰辽宁舰，已经连续在太平洋海域实施了260次这么多的舰载战机还有直升机的起降训练，各种演练一直在周边密集的进行。日方很担心，他直接指控是危险行为啊，还要抗议呀、那学者分析，很多的各种的国际分析学者都认为，这个都很简单，就是一个目的，警告日本。所谓的辽宁号炮舰外交的目的，快打快撤，看起来没有要长期真的要这样演练的这样的布局，看起来比较像是在战略控场啊，快打快撤，短时间制造政军威慑的信号。日本当然担心，所以喊着要见川普啦，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啊，来做抗议啊。但以日本现在你增加了2026年的防卫预算来看，已经要投入破纪录的9兆日元来强化反击能力，包括要长程导弹啊，采取无人机的攻击等等的啦，海岸防线。这当然美国听蛮好的啊，增加越多来跟我买嘛。但有个画面是，如果这个日本方面要急着向美国方面求援来帮忙啊，我们现在被中俄联手啊施压啦哈，这个照片有没有问题？很多网友就说这个是他们的小泉进次郎说是跟美国国防部长通话的画面，结果连日本的网友都笑了，他底下留言都一大堆的这个留言说，你好歹这个纸啊也要拿支笔来写吧然后怎么白纸，然后通话这个严肃是在干嘛？是摆拍吗？当然通话有没有通话应该也不可能吹牛啦，但这个画面的摆拍有点太刻意，被网友笑了。但的确在中俄联手包夹日本的这个行动里，包括了空警500A 首次出现在这个巡航里头，中俄双方一共出动的战机，包括了歼16、轰6K、空警500A， 还有这相关的多种形态的军机参与行动。日本当然倍感压力，这个压力当中呢，这个军机绕过将近往日本东京的方向，俄国往这里出发，这边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机，像这样的联合巡航，当然对于日方的压力非常的大。那么甚至形容是不是意图夸示具备轰炸东京的能力呢？那么大家在想深一点，有各种的学者分析，如果这个中俄飞行的路线再延伸过去的话，涵盖东京，甚至美军的基地、须贺基地等等，也会拿来跟这个月发生雷射照射事件的辽宁号的路线直接重叠。那到底大陆专家怎么看呢？他说这只是对日本的执行常态化的战略巡航而已呀，用意不言而喻啊。当然在这个周遭的常态化战略就会一直不停的出现，但其中像雷射照射事件呢，中方也否认出示了相关的证明，说也已经事先告诉过日本啊，那你们也同意啊。而现在日本的各种中国专家的反应是说，是根本上日本缺乏了对华的战略跟叙事能力，不善于说明自己的立场，就连现在双方的处境这么的僵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办法对历史中国的，尤其他们是2战战败国的这个可能的反应认识也不足，才会让日本造成困境吗？看起来双方的僵局也没有降温的机会。那么不止中日冲突，在南海这里呢，日本的参与更是导致双方更多的可能无法
往下降温的可能性，因为包括在日本南海问题南海研究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说的它呢在跳得太高的情况之下，产生了更负面甚至破坏性的效果。日本跟菲律宾签署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也就是说，一旦在南海这里出现了任何可能的争端，就会仿效像美菲签署的这个访问部队协定一样。日本海上有事，自卫队可就真的依照协议，必须随时进入菲律宾，介入南海事务。而菲律宾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当然也非常紧张啊。我们透过画面来看一下，这是最新一个画面，是菲律宾有渔船在南海这里直接遭到中国大陆的海警水炮攻击，因为认为它进入了争议海域，所以呢，直接以驱离的方式，强力的水柱去攻击这些渔船，结果造成了3个人受伤，2船严重受损。当然，这所谓的这个菲律宾当然非常的强烈的抗议，但问题是中国海警还派出了小艇切断多艘菲律宾渔船的锚绳等等。如果这种争议越来越扩大的话，日本会不会也变成一个必须要介入的原因呢？杨老师怎么看？现在中日关系已经几乎是紧张到回不去了。第一个，小泉这显然摆拍，3个东西第一个，他那个纸，他那个笔记本是白色的，什么字都没有写，连个笔也没有拿，这就是日本网友找出来，这就是你在摆拍。那第二个呢，这种通话部长跟部长之间通话不会拿那种手拿着这种就是话筒的，它一定是这个开放的麦克风，因为旁边会有助理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会幕僚一起他不一定插嘴，但是呢，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标准的，因为你要让旁边的人也都做记录，或者是说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参与所以我觉得绝对不会是拿话筒，这个我们很有经验。第3个，小泉的英文不太好啦。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哥伦比亚的硕士但是他的英文真的不太好。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呢，有人还问他英文问题，他跳过不答。我觉得这一次日本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要坚持到这样子的地步？搞到后来不是把自己逼到墙角，中日关系变成一个僵局，经济、旅游都受到影响。第一个因素，我觉得是他的国内政治考量，因为高市真的就是一个右翼政府，过去的几个历来的日本的政府没有跟中国闹得这么僵过，那就是一个话。那当然，因为中国大陆看它就是一个右翼的这个色彩，今年8月15号才去过靖国神社，那你一上来就讲了这个你心里的话，所以呢，他要他等于是压制高市。那因此他有国内政治的考量，那又看到他得到了高支持率。第二个，我觉得中日双边关系的考量，日本其实长久以来真的是害怕中国大陆的军事力、经济力。2010年，当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非常的恐慌。而你知道，今年日本又被印度给超越了，但大家不怎么在意，所以然后呢，也担心中国的历史报复。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历史的问题，日本跟德国不一样，没有真正的面对过，那通常都是用一个所谓的春山谈话一笔带过，所以就担心中国主导整个这个区域的权利，从来没有赔偿过。然后呢，就担心整个会改变。那第3个原因，我觉得日本其实真的想当美国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最大代理人也就是说，配合了他们的右翼的这个安全的计划。那想要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就是区域的安全的主导者，那或者是美国在这边的副警长，那看到民意的支持下去，其实以及整个日本民意向右转，其实现在真的把日本逼到墙角。那美国为什么没有什么反应呢？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川普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中美之间的这个G2两强体制才是真正的核心，而他跟中国之间除了有贸易、有科技、有大豆、有稀土各个层面，那接下来明年一整年，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期中选举，都前提是必须要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日本在这个台湾有事或者雷达照射，就去跟这个中国那个就掀桌子，不可能。日本是不是美国的国家？这个核心利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感觉上是。
因为美日安保，但你没有受到攻击啊，你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就是军事上的威胁，你自己把它视为军事上威胁，那就是第三个。我觉得川普看到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一点小题大做。你说中国这边是不是小事化大？那这个是中国对所谓的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日本的角色采取的这个作为。但日本这边是不是有小事扩大？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不断的，你看像中俄的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他的飞机也是非常靠近，俄罗斯这边都公布的那个影片，靠近到其实根本就是目视的这个距离，那个不要什么52公里、148公里啦。那但是日本可以做。中国大陆这边不可以做，所以呢，这就是美国也看得懂，不要被他不会被这个事情尾巴咬狗，然后呢被日本牵入到一个走向中美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他有相当的自制力。那日本这边呢，其实就蛮寂寞的啦，那只好不断的在塑造像摆拍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呢，他现在的目标其实就很清楚了，他其实在威慑日本不要介入台海。他其实在展示他的远程打击跟联合作战能力，这个不只是对日本，其实也是对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他也在推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种力量，就是说的这种改变。那当然，他也在引进俄罗斯、中俄之间这种战略合作，一直延续这几年在重要的议题的时候呢的这种相互的关系，以及呢，他当然要掌握这整个区域安全，特别是跟台海问题有关的这种话语权，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这种情况，但我整理3点我自己的观察哈。第一点，我觉得真是刚刚提过，日本真的现在想当代理人，那我有一点担心，因为你当双方都提高军费，日本的军费从450亿美元提高到900亿美元，也就是9兆以上的这个日元的时候呢，其实擦枪走火的情况就很难去这个预料。那因此，日本要想当第一岛链的代理人，那在这个高市的发言当中我觉得现在他的态度很明确，而且民意似乎对他还蛮强烈的支持。那第二点，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这边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似乎是更强化了。那我看到连续几篇大陆内部的，就是不管是学者还是一些评论员，甚至一些官员发表谈话的时候呢，谈到日本的问题当中，最后还是回到台海问题的解决。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对北京产生一个，就是本来也许它不是，它有它的节奏，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发现到日本高市上来之后呢，作为一个副警长介入到台海，那从中国的角度，那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侵略国，还想要进入到被殖民地，而且用军事的方式，那不是整个改变，不只是2战的成果，甚至是战争跟历史的问题吗？那尤其碰到南京大屠杀12月13号的这个事件的时候，那因此，我觉得大陆这边对于台湾问题的这个处理的决心似乎是加强。那我觉得最后谈一点，就是台湾自己内部现在还没有浮现出来，但我觉得到选举会浮现出来。我觉得台独跟青鸟们受到了鼓励了，连日本都支持我们，台湾有事日本会来访啊，但是这是真的吗？可是呢，在选举当中，这个一定会被激励起来。我觉得这个会变成相互恶性循环的影响。刚我们画面在重播的那个画面是当时首相在川普面前像个迷妹一样，那样的迷妹粉丝，现在在国内的民调支持度一度冲到了80%那也因此他想向川普求救到目前为止，川普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表态，包括这个通话被说有没有展现实际的意志，但的确国内光是这么多起的军事演习，对于国内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其实川普总统已经用了明示以及暗示告诉了高市早苗，只是高市早苗没有意会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共同社发出了有关于这个提风飞弹，它已经撤离了延国基地，这是第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呢，他也就是川普总统在接受 Fox 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其实要跟中国大陆
谈判的时候必须基于实力地位，它也就暗示你日本没有实力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有关于辽宁舰的这个演练啊，为什么让日本这么样的在意啊？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转向之后直接向的我们讲到4国南方海域，但虽然它没抵达那个位置啊。那已经跟以往大为不同，但是更为不同的是什么？是因为它的编队换来换去，让日本疲于奔命。怎么说？因为我们在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1南昌舰，可是当我们从8号、9号、10号、11号全部都看不到南昌舰了，南昌舰去哪了？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之前呢，我们看不到这个901。我们看不到那个综合补给舰，可是呢，直到他在18号的时候又出现了，他从哪里过来的呢？如果按照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资料是没有的，他是从这一个巴士海峡绕过来，还是从靠近台湾一侧的这一个海域绕过来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至于有学者说啊，这一个辽宁舰太旧了啊，那我应该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你回去看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辽宁舰当初啊要从乌克兰拖回来的时候，美国的驻乌克兰大使馆曾经有派人员上到那个时候叫瓦雅格号，曾经去考察过这艘船，他们说完全不可能再次使用。意思是什么？除了船壳之外，辽宁舰就是完完整整的国产航母，包含了从相位阵列雷达到它的动力系统，全部都是。所以呢，不要用刻板印象或者是进行认知作战。我们这样讲啊，贬义对手啊，其实只会造成战略或者是战术的误判，其实是不利于台湾的那个战略研究或者是战略研判的。文琪，除了在日本这边周边呢，在菲律宾的问题，现在也让中日关系又雪上加霜。应该这样讲，如果整体来看，当然菲律宾，如果我们看最近的水炮事件，但对日本来讲，当然是有点围魏救赵嘛。他希望给菲律宾一些能力，能够在他西南海域减轻一些压力，这是非常正常的、合理的判断。当然，这是日本片面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回归来看，为什么中国大陆这次会非常生气？坦白讲，这个所谓高市早苗的右倾的这种军国主义，不是今年1天2天，所以早就对他已经基本的怀疑。可是，在釜山会议见面，你看到高市跟这个川普，然后接下来高市在跟习近平见面，对于习近平来讲，孰可忍孰不可忍，有点像我们核四，你张俊雄打了连在一个巴掌，就当下你就立刻不给我面子。遑论你根本到目前为止，就像东大的学者讲的，其实对于历史过往的错误，其实日本跟德国完全不一样，没有正式面对历史的错误，而且做出道歉赔偿，就是一直用所谓的村山富士啊的这些谈话。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我坦白说啦，或许中国大陆的某些人士觉得好开心，我用好开心是终于逮到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可以修理你日本。本来一开始你恪守这个所谓的72年体制，或是中日的4个文件，我还真的找不到你任何的皮条。可是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然后你回过头你看辽宁舰，如果日本真的有那么美国时间哦，你说260次，代表它状况C4ISR 非常的强。那如果你能够把这样的心思用到更其他有关于和平，我觉得才是真正重点。更何况，中共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有一点我们讲的一个战略：你到我家来，我就到你家去。否则，坦白讲，我在公海上的正常的训练，什么叫做危险行为啊？至于小泉，我跟你讲，很单纯，因为他的老大高市早苗就是这个样子，这副德性。坦白讲，他只剩下一个摆拍，他可以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对日本、韩国乃至于台湾，如果在整个的战略架构上，还是回到。没办法，台湾是因为跟台湾海峡跟中国一衣带水，可是对日本来讲，北方有泽渚、慈武4岛的俄罗斯的争议，还有它跟韩国传统的争议，所以日本离中国大陆也一样很近。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我认为他的底气不足，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我认为高市早苗还是必须要表态。当然，最好的表态就是他把中日声明完完整整的念一次。答案就出来，或许中国大陆会考虑说，好吧，给你一个机会，这是观察的重点。
好，接下来看一场空中惊魂，又一次在飞机上有200多人的情况之下，290人哦，这客机失去引擎的动力折返，吓坏了联合航空，又是波音777。这架客机是13号下午，我看到画面是它在卸油，直接呢载着275名乘客、55名机组员，这么多人，结果呢因为失去动力，引擎故障了，那么空中卸油紧急迫降的画面，机场的警消人员赶紧出动去扑灭，吓坏了哦！这让我11月出国的时候，我的引擎坐的飞机引擎只是故障，所以停飞。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因为这个惊魂，你可以想象飞机上这么多的人，心里会多害怕，还冲到这旁边的草丛，还这个跑道上面引火，这个燃烧起来，还好赶紧扑灭了。波音到底现在安全系数是不是得到全世界的安心的保证了呢？目前又有一个发动机故障返航的消息，是美国航空总署要进行调查的，要为川普打造下一代空军1号，也是波音啊。但问题是，波音的交机延迟给别人就算了，给川普的这个交机空军1号第2架呀，一直延迟，说是延到2028年的中期，已经延后1年了，拖一拖，可是其实加起来已经拖了将近4年了。那预计要到2028年交付，所以川普说啊，哎呀，真的希望在我卸任之前能够搭到全新的空军1号，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那么现在川普对他来讲除了很多的这个威风的国际之间搞关税之外，要展现他自己的权威，把东乡这个白宫100年的建筑拆掉，变成舞厅之后，现在又动了一个新的目标，说要把白宫旁边的这个草坪啊，本来是把这个椭圆草坪垫高来看拳击赛嘛的格斗赛嘛，现在直接想变成一个高尔夫球场。这个叫做让华府高尔夫再次伟大的提案，还要邀法国的设计师来啊。川普说，如果要做的话，我们不要把它做得非常的漂亮。结果呢，川普是先挨告了，因为有历史建筑保护组织提告，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他们说在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提出计划，就直接把白宫的任何部分拆掉，这是历史建筑，完全违反了所有相关法令，至少有4项，所以向总统提出告诉，但光是最高法院对于关税的判定也都还没有下来哦，所以白宫拒绝提供手语翻译，川普想要没有什么不可以，很难想象为什么手语翻译会被这个川普认为会侵害总统对其对外形象的掌控权，这个手语会展现不出川普的威风吗？威仪吗？不知道。但这个拒绝提供手语服务是川普政府包括发言人非常坚持不愿意提供的，所以司法部的律师坚持在法庭上也不让步，就是不让手语翻译跟着川普走。当美国的晶片大战认为是不是把我们台积电的供应链整个要搬到美国去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场景，叫做美国跟日本等7个国家在澳洲这里，由澳洲所发布的，跟韩国、日本、英国、新加坡、以色列签署了系和平宣言，就是跟晶片有关，全部由美国主导的战略策略，要掌控晶片在手上的供应链。那包括川普要放行这个 H200的辉达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啊，当然国会有不同的意见，国会认为这当中有维安疑虑，甚至呢这是关键的国家安全管制的危险决定啊。美国众议院跟中共的战略竞争特别是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也说，致函要求提出相关的细节，不过大陆方面也都还没有说要不要买呢，人家都还没有决定呢。但川普这个时候告诉大家说，要像中国一样团结一心干大事哦，否则呢，我们国内各州制定着不同的 AI 行政命令哦，人家是中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团结，我要说什么没办法做什么，他应该心里觉得委屈啦哦。所以当外媒的很多新闻稿有告诉大家说 Intel 已经在测试中国半导体设备厂商的设备的时候呢，这也是 Intel 现在重新复活，有了这个各种的入股，有川普的箱庭，有了我们台积电的技术之后，有没有机会2027年这个新推出来的技术有可能成功呢？那么外媒都分析认为啊，跟美国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有举国的科技优势，晶片各种新的发展，在纽约时报里面认为都可以跑到最打破西方技术封锁往前跑的优先的领先的趋势，拿真金白银砸半导体产业。这个新闻是大陆已经宣布要斥资700亿人民币去强化自产力。
那么杨老师，当然上一次川普4月要到大陆去访问哦，会不会再买波音各种采购，大家也都在讨论。那问题是现在波音的各种安全系数，其实光我们自己消费者搭乘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心。大陆要推自己本身的919，那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对波音应该不会是一个就是平衡贸易关系的项目，但是可能会买一些。不过我要讲的其实是那个 Pax Silica， 这个翻成叫系和平联盟，Pax Silica。那大概年龄稍微长一点的，还记得过去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个叫做 Pax Americana， 那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航空公司叫 Pax Americana， 泛美航空，但它马上当然就瓦解掉了。但当时美国提的 Pax Americana 就是所谓的美国主导嘛。虽然 Pax 这个拉丁文是和平，他现在用这个 Pax Silica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跟几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包含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阿联酋、英国、荷兰，我们要来主导系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做半导体那个细晶细土。所以 Pax Silica 讲的是半导体吗 ？No， 它其实讲的是 AI 争霸。他其实要去跟中国大陆做 AI 争霸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美国自己不足以完全现在跟中国竞争了，因为黄仁勋最近讲了很多啊，美国在能源啊，美国在人才呀，上面其实已经落后在中国，而且基础建设在 AI 的竞争上，所以他把这些国家找进来。那荷兰就是那个 ASML 啊，光刻机啊，然后呢，那个阿联酋是什么？阿联酋是投资。日本、韩国就当然很清楚，材料跟这些设备，没有提到台湾。可是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雷，这是昨天上午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场合签了一个这个宣言，于大雷亲自出席。那为什么不把台湾放在里面？因为拜登那个时候搞了一个晶片4联盟，还记得吗？美日韩台，结果日韩到后来意气阑珊，因为他认为。在一个国际的联盟当中，把台湾放进来，可能会招致中国大陆强力的反弹跟打压，所以晶片4联盟就昙花一现。拜登那个时候也弄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反正你们大家这个要来投资我们，但是我的市场不开放，那现在也昙花一现。现在我觉得这个 Pax Silica 就表示说，美国现在要把大家框起来，来帮助我美国做 AI 争霸的主导。你出钱，你出技术，你做制造，台湾不会放弃掉，因为台湾很顺从。鲁特尼克已经说了，台积电会投资2000亿以上，所以不是1650亿。那因此呢，这样一个情况有可能成功吗？我个人觉得各国的政策的协调，担心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失去。或者是大陆这边经济跟外交上的这种所谓的打压，那还有呢，你如何去做这个分论协调合作，这都是很困难的问题。更不要忘记政府在那边签个约，关企业什么事啊？这都是企业在做这些 AI 半导体技术制造这些的这个推动。因此，我觉得这个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那我再提供一个。这2天出来的消息 ，Nature 是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杂志，它有个叫 Nature Index， 它其实每年都会公布。现在公布24年、25年、去年、今年基础研究当中的机构，也就是大学跟研究机构，前10名有8个是中国的，前30名有80%是中国的，这是基础研究，而在应用研究上面，前30名。全部都是中国的机构，我还不相信，我还到 Nature 的网站上去查，它是第一个消息，因为它这2天公布的，通通都出来。所以在基础研究、在人才、在能源、在各个层面，其实中美之间的 AI 争霸真的变成一个美国必须要找大家来自救的一个情境了。陈县长，当然美中的对抗是在各个层面的，那么要互相的竞争，但是川普也要卖产品给大陆啊，包括波音也是可能被推销的项目之一啊。但波音的安全真的有办法让大家买得下单吗？波音它没有办法解决它的
自己的问题，他的管理的问题啊。那就算是川普拿的鞭子啊，鞭打各国，或者是用关税要挟各国，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有关于系土和平的这个部分啊，其实系土和平的这个我们不是只看开一个会啊，我们看很早在前一段时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实里面就有，可是他没有讲说这个叫做系土和平啊，他讲的就是其实呢，他要让这个是在第6页的部分呢，再次推动经济的再工业化，然后控制他们自己的供应链以及生产能力，也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不要让中国大陆予取予求啊。那他要投资新科技和基础科学，这也就是刚刚杨永明老师特别强调的，有关于论文、有关于科研的部分。其实美国都落后中国很多，但是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他就是将这些世界领先的资源以及其他的资源整合起来，让美国的实力跟霸主的地位继续维持啊。那这是我们看到啊，川普政府他真正的目的啊，不过有用吗？没用。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民主政治的体制啊，不是你总统摇了旗就说了算。那也就是是一种合议制，大家必须要共同取得一定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体制不是，那当然他们也是有一个内部的合议之后就变成国家一致的方向，不会嘞有人在那边使协力打横炮，不会。那也就是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开花结果。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早有人啊，也就是 Sony 跟 NEC 的主管，早就提醒美国，你不断的对于中国大陆进行各种的贸易战跟关税，其实你就是想卡住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但是呢，你管制的越久了，其实中国大陆呢，它投入的更多，而反而开花结果了，然后只会让美国输的越多啊。那现在其实啊，现在要把 H200卖进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呢也不太想要了。为什么？因为除了有后门疑虑之外，那不如直接买中国大陆自己的华为或寒武纪的这一些晶片，创造更为活络的内部循环，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更为重要。所以美国内部吵半天，大陆还不一定买呢。文琪，就于川普来讲啊，现在白宫直接变成可以跳舞的舞厅有了哦，现在还有高尔夫球场，只要川普喜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唯一能让他塔口的，也只有中国大陆了。应该这样讲啦哈，我们如果从波音的事情来谈起的话啦，就有点像我们讲的，眼看他楼起，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就是一点一点，一叶知秋。为什么波音？各位去查一下，不管它现在最新型的787，其实为什么之前大家去查一下，它的系统的整合问题一直没有安全的绝对的保证。所以你看到了，连现在说川普的最新的飞机，当然啦，这一则新闻可能对于赖政府来讲，或许是比较受用。他说，你看，连川普要做的空军1号，他们都延迟了4年5年，那我们稍微延迟一下，好像正常。但扣除掉这些，我坦白讲。目前所谓的刚刚杨老师讲到了所谓的 STEM 的这种人才，我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数据哈，这个因为我们上次有提过，中国大陆在全部的41项的这种产业链，就从所谓的基础原料到高端制造，其实是已经完全涵盖了全面向，所以美国在这一场东升西降的状况下，他打得非常的辛苦。回过头我们来看，你说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高尔夫球场，我应该这样讲，各位你们是仔细想看，但这有一点类比。当中国大陆我们的历史去课本，当我们开始建长城的时候，似乎就是我们国力开始在走向衰退。当你看到了川普开始在盖所谓的什么高尔夫球场，各位好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很有趣。我请导播 take 一下。他们说有这么多人叫川普，为什么你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说他是笨蛋，唯一的可能就是一个川普。所以当我们看到连手语，也就刚刚浅秋你讲的，我们手语是很正常，你要让所有的族群都了解我们美国的政策要做些什么，就没想到他连这个都做不到，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韩国的妖姬叫张秋水，李斯特他的发言人曾经讲过一句话。
川普总统他就是想要来一点好玩的，所以你看到美国总统现在搞成这样，回过头我们来看晶片，坦白讲，你说他现在找了所谓的澳洲、韩国，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用，我跟浅秋报告，你如果记得拜登之前的 AUKUS， 还有 QUAD， 还有刚刚讲的所谓的 Chip 4，如果所有的功能组织或他们都能够发挥作用的话，他今天不需要来做这件事情。因此，当我看到美国现在一开始在所谓的 AI 的人才，他们 H1B 的签证，中国大陆推出了所谓的 K 签证，在人才的竞争上面，你看东升西降，美国为什么川普会被称为叫川建国？我觉得其来有自啦，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台湾，总而言之，我们自己得好好想想我们自己未来的所谓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地位。